当我发现丈夫雷又一次出轨时，我没有尖叫，也没有哭泣，我只是给他发了一个我看中的楼盘链接。我们该给孩子们在这里买2套公寓。他懂了。行。我立刻发信息给房产中介。明天我带丈夫来付款。对，2套，全款。结婚多年，我学会只把注意力放在一件事上，我丈夫的钱。而他却满心悔恨。他想回归家庭，想和我重新开始。太迟了。他在这个家里的角色，现在只是一台提款机。一天深夜，一个女人给我发来了她和雷的亲密照。我眼皮都没眨一下。这不是第一次了。我把照片转发给雷，然后发给他我已经选好的公寓楼书。我们给孩子们在这里买2套公寓怎么样？就当是给他们的高中毕业礼物。那个楼盘刚开盘，地段优越，设施齐全，园林漂亮。我已经带我妈去看了2次，我俩都很喜欢。正愁怎么让雷掏钱，这女人就把机会送上门了。过了一会儿，雷回复，好。我立刻联系中介。明天我带丈夫过来付款。对，2套，全款，写我女儿和儿子的名字。第二天早上，我在售楼处等着，雷终于来了，脖子上显眼的位置有个鲜红的印子。哟，玩得挺嗨啊。我调侃道。他没理会我的挖苦，只是递给我一张卡。我直接把钱转给你不行吗？干嘛每次都要我亲自来？不行，我冲他摇摇手指，这可不行。公寓是送给孩子们的礼物，是他们的个人财产，当然得由你这个父亲来办理，免得以后你说不清，怪我侵吞夫妻共同财产。雷翻了个白眼。行吧行吧，你知道我不是那种人。我知道他大概不会做到那一步，但人是会变的。当初热恋时，我也没想到他会背叛婚姻。一直联系的中介笑容满面地接待了我们，手续办得很顺利，没出什么岔子。离开售楼处时，雷示意我上他的车。不用，我开车了。接着，我想了想，又给了他一句忠告。你知道，我只要钱。你在外面玩女人，我不管，但别给太多。给多了，我会惦记。我不高兴了，可能就得去要回来，那样大家脸上都不好看。雷冷笑一声，呵，你现在倒是大方，不像以前了。以前的我是什么样子？第一次发现雷在外面有女人时，我恨不得杀了他。我和雷是大学同学，相爱于微时，陪着他创业，熬过最难的阶段。事业终于有了起色，公司开始盈利，我们结了婚，一切水到渠成。不久后，又惊喜地发现怀了双胞胎。那时我以为这就是完美人生了。直到孕晚期，雷出轨了。我挺着大肚子，在他办公室撞见他和秘书在一起，又惊又气，差点早产。我躺在病床上保胎，雷跪在旁边。爱娃，是他勾引我的，你就原谅我这一次，好不好？出轨的男人都这套说辞吗？把责任推给女人，好像他自己一点错都没有。一个巴掌拍不响，2个人都让人恶心。我爸妈赶到医院，妈妈握着我的手，一脸心痛，爸爸则一脚踹在雷的胸口。连他父母也对他大发雷霆，没等他反应，他母亲就扇了他一记耳光。爱娃怀着你的孩子，你怎么能这样？听着他们对雷的斥骂，听着雷毫无用处的忏悔，我的心像被撕成了碎片，眼泪止不住的流。现在后悔有什么用？爱情已经有了裂痕，再也无法修复了。为了弥补，雷把名下所有财产都转到了我名下。他父母也给了我一笔不小的钱，让我安心养胎。不久后，我在一阵阵剧痛中生下了儿子和女儿。那段时间是我人生中最灰暗的日子，迎来新生命的喜悦和遭遇背叛的痛苦交织在一起，那种滋味无法形容。但日子总要过下去，我把所有的怒火都发泄在雷身上。我恨他，厌恶他，每天在心里诅咒他。你以为他那时就学乖了吗？当然没有。孩子们周岁宴那天，雷迟到了，电话也不接。
我心里一沉，果然，他赶到时，我第一眼就看到了他衬衫领口上的口红印。我怒火中烧，把他拉到僻静处。怎么了？雷还一脸茫然。怎么了？我指着那抹红色，声音压低却颤抖。今天是孩子们周岁宴，请了这么多亲戚客户。雷，你却在外面鬼混。我的指甲掐进了手心。雷慌了，来拉我的手，你听我解释。我甩开他。车里有干净衬衫，去换掉。马上。鼻子发酸，眼泪差点掉下来，但想起今天是什么日子，我又强行挤出笑容。那天晚上，我们大吵一架。我翻遍他的车，最后把目光定格在行车记录仪上。雷还在狡辩，我们没什么。但当车里响起调情的笑声时，他沉默了。雷，你这个混蛋！我狠狠扇了他一耳光。雷点了根烟，从手套箱里拿出一张卡，里面有8万。你就不能体谅我吗？公司压力全在我身上，我也很累。他累？谁不累？累就能睡别的女人。要是这样，那我也去找个男人好了。雷，离婚吧。我最后冷冷看他一眼，拿走那张存有8万的卡，回了娘家。4. 当然，最后没有离。这场风波以雷给我和孩子们买了3万块的金饰告终。我也不是真的想离，也许应了那句孩子招财，双胞胎出生后，雷的生意越做越大。仅用1年时间，资产就达到了我们从未想象过的数字。况且孩子们还在吃奶，我也不忍心丢下他们回去上班。我的工作就是花他的钱，保养好自己，带好孩子，保证我们母子3人过得舒舒服服。这就是我这些年来一直和他在一起的原因。在那段难熬的日子里，雷用钱堵我的嘴。他给我和孩子们买车买房，负责所有开销。我毫不客气地拿着雷的钱，大肆挥霍在孩子们和自己身上。骑马、射箭、打高尔夫、滑雪，只要他们感兴趣，我都支持，鼓励他们去学去体验。他们上最好的学校，读最好的兴趣班，全国各地到处旅游。10几年来，我就过着这样的生活，花着雷赚的钱，享受着他提供的一切。慢慢的，我的心也从他身上剥离了。我们之间只剩下最纯粹简单的金钱关系。5. 面对雷的嘲讽，我自嘲地笑了笑。我很大方的，以前是年轻不懂事，才跟你闹。现在想开了，只要钱到位，你随便在外面玩，注意别得病就行。因为等你老了，我可不伺候。我的话很直白，不知怎么却激怒了他。爱娃，你现在眼里就只有钱吗？当然。没钱，我和孩子们能有今天的生活。想到孩子，我又催促他，记得给我转笔钱。孩子们快高考了，我想带他们出去旅游散心。另外，我的美容卡快到期了。我正搜肠刮肚想还有哪些大额支出，雷已经往我账上转了5万。谢谢老板。看到到账信息，我立刻对他笑脸相迎。只要给钱，我不介意态度好点。还有，离高考就2个月了。昨晚的事你处理干净。要是影响到孩子，我和他们外公外婆绝不会原谅你。放心，我心里有数。雷嗤笑一声，升上了车窗。看着车子驶远，我摇了摇头。为母则强，只要不影响到我的孩子，其他我都不在乎。但他要是敢让我的孩子受一点伤害，我拼了命也要拉他下地狱。6. 回到我的工作室时，2位老师傅和学徒已经在忙着给客人定制旗袍了。我喜欢穿旗袍，起初是找老师傅定制。当年刚发现雷出轨时，我花钱泄愤，大肆购买心爱之物。慢慢的，萌生了自己动手的念头。等孩子们大一点，我四处寻师，学习旗袍制作。我把名下的一套房子专门用来放各种布料和工具。孩子们上学时，我就窝在自己的小天地里，埋头做旗袍。这种需要专注的细小工作，治愈了我的伤痛。我给妈妈和婆婆做旗袍。我穿着旗袍去接孩子，和朋友喝下午茶，陪雷出席商务场合。意外收获了不少赞美。
不断有人问我旗袍是哪里定制的，我心念一动，让雷给我买了个铺面，开了这间定制旗袍工作室。赚的钱远不如雷给我的多，但这是属于我自己的收入，感觉很好。一个人忙不过来，我请了2位老师傅，还收了2个学徒。和大家打过招呼，我走到布料区。还有2个月就高考了，我想给自己做一件特别的旗袍，穿着去给孩子们讨个好彩头。而且成绩出来后不久，就是他们的18岁生日。我还需要为女儿量身定制一件礼服，在成人礼上穿。正专心挑选布料，听到门口有动静。请问有人在吗？来了。知道大家都在忙，我应了一声，快步走到店面。门口站着个年轻漂亮的女人。视线对上的刹那，女人的直觉告诉我，这就是昨晚发照片的女人。她上下打量我，手若有似无地放在小腹上。我想定制一件旗袍，但我刚发现怀孕了，有什么推荐吗？我一边给她量尺寸，一边和她闲聊。孕期反应说不准，会不会孕吐，长多少斤，建议做全开筋的。话没说完，就被她打断。还不知道这孩子能不能生下来呢？大姐，你说我的孩子能生下来吗？如果是别人的，当然能生，但如果是雷的，我绝不允许。女人抓住我的手，大姐，雷听你的话，要跟我分手。可孩子是无辜的，你也有孩子，应该能理解。我保证，孩子生下来后，绝不打扰你们。说着，她的眼眶就红了。工作室里其他人看了过来，我深吸一口气，把她引到休息区。雷知道你怀孕了吗？他还不知道。好，你先回去等消息。我去跟雷说。我的目光扫过他的小腹。放心，我会给你一个交代。女人一走，我立刻冲到雷的公司。老婆，你怎么来了？雷很惊讶。我关上办公室的门，甩了他一耳光。你敢搞出私生子来跟我的孩子争家产？雷在外面怎么玩，我不管。但我的底线是，不能打扰到孩子们，不能有私生子。雷的财产庞大，每一分钱都必须是我孩子们的。他小心翼翼了这么多年，眼看孩子们长大成人，却在这种事上出错。这一巴掌把雷打懵了。什么孩子？哪来的孩子？还装？我瞪着他，又甩了一耳光。他找到我工作室，求我让他生下孩子。雷像是想起什么，脸色变得很难看。我每次都做错事，而且在一起前，我就告诉过他我有家庭。我们心知肚明，只是玩玩。我不管你们怎么玩，我冷笑。这孩子不能生，你带他去打掉，给他一笔补偿费。我的目光扫过他下身，充满鄙夷。雷，管不住你那2两肉，不如切了，或者去做个结扎。雷的脸色铁青。艾娃，我环顾他的办公室，想不通这样的人怎么能把事业做得这么大。你去安排手术，现在就去。